老天爷，求你开开眼吧！再没有粮食吃，我们真的要饿死了。求老天爷开恩！将军，城内最后一批军粮泛光，树皮草割早已啃尽，士兵饿得难以站立。我们困守9月，若真有神明，为何迟不时聚首？宗庙祭拜，真能有用吗？那是百姓仅剩的念想。将军，叛军所有投石机全部瞄准宗庙。啊！苏婉，你爸欠我的500万什么时候还？刘总，我爸刚走，请您。我管你爸是走是死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我给你3天，就3天。3天太短了，公司现在……不管你公司死活，3天后拿不出钱，你家那个大仓库连带里面所有货物全归我。听清楚了吗，小丫头，别跟我耍花样。喂，张叔，我是婉，关于公司股份，能否帮我一次？小苏啊，你爸一走，公司就是烂摊子。我们几个早商量好了，全部撤资，你也别白费力气了。王阿姨，你听我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说什么都没用，树倒猢狲散。我的钱也是辛苦血汗钱，不可能陪你打水漂。以后我别再联系我了。将军，昨夜那道贯通天际的青光，当真不是神明现灵吗？若真有神明庇佑，朔阳全城百姓便不会恶有遍地，苦守绝境。将军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幻觉，一定是我哭太久眼花了。怎么会凭空消失？难道这口缸能连通别的地方？米是白花的大米，我们有粮食了，这绝对是神迹，是神明怜悯朔阳百姓，显灵了。全体守城士兵立刻围拢，全域戒备。将军，这是救命粮食，全城百姓饿了9个月，这是上天赐的唯一活路啊！粮食凭空出现，来路不明，时机诡异，极有可能是敌军蛊惑人心，瓦解城防的陷阱。米，求了，让我吃一口，就一口，我已经3天水米未进了。娘，我好饿，我想吃米饭。将军，不可！来路不明的粮食万一有毒，万不能入口。米无毒，传令，即刻生火熬米汤。谢谢将军，将军救了我们全百姓的命，老天有眼啊！末将遵命，即刻安排。昨晚米粒落进去就消失了，奇怪，我明明记得有好多米掉进缸里，可里面啥也没有。最近到底怎么了？不是雷电就是青光，要么就是觉得东西不见了，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难道真是压力太大，出现幻觉了？也是，怎么可能有这种荒唐事？苏小姐，温馨提醒一句，喂500万欠款，现在只剩2天期限了，想好怎么凑钱，怎么保住仓库那批货了吗？千万物资堆在里面，现在全是压垮我的负债。没有幻觉，米粒是真的消失了，这口缸是真的不对劲。昨天太累了，说不定只是眼花。这么大一整瓶水，总不可能是幻觉。
将军，又出现了，又是凭空出现的东西。居然真的彻底消失了。不是幻觉，这口钢真的能把东西送到另一个世界。将军，此物生眼诡异古怪，从未见过，恐怕暗藏不详，千万不要触碰。身前天降100米，皆全程恶殍绝境，是暗中之人出手相助，何来不祥之说？大米、矿泉水全都能传送过去。钢的另一头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古代王朝还是独立的异世界？将军，万不可随意开盖，当心暗藏诡计。此亦至纯甘泉，世间难寻，不知何方世外之人，救朔阳数万濒死百姓，宵禁铭记此番元首大恩。若阁下能持续相助，助我孤城熬过此番死劫，他日危机平定，萧敬愿倾尽部所有，结草衔环，必报此番天恩。我该怎么表达交换的意思，才能让另一边的人看懂？太直白了，万一他们手里没有黄金，直接断了往来怎么办？以米换金，等价互换，互利共赢。我不信你看不懂。将军，又凭空出现物品，这次是一块木板。将军，这画的什么东西？左边一袋米面，右边一堆金子，线条歪歪扭扭，跟鬼画符似的，完全看不懂。这不是圆饼，是金锭。金？你看这架天平，一边粮食，一边黄金，赠予我们物资的世外之人是想与我们交易，他持续供给粮草，我们拿黄金作为交换，以金换粮。可我们孤城被围9月，府库金银早已耗尽，城中百姓食不果腹，哪里凑得出黄金？城中尚有黄金，将军，金银藏于何处？会有的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看不懂天平，还是他们根本拿不出黄金？再试一次。全部都能传送过去。米面、干粮、盐、衣物，好像放的越多，钢底的波纹越明显。朔阳之战，大将军萧劲领3万将士死守孤城，叛军围城10月，城内粮草断绝，百姓易子而食。刚通往的地方就是朔阳，那座城最后无一生还。我不是在单纯做生意，我对接的是一座注定覆灭的孤城。那些积压在我手里无人问津的库存，不是负债，是救命粮、救命衣，是那一城数万百姓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将军，底下将士都说，这小干粮饱腹感极强，依靠这批物资，我们至少能再死守3日。3日，远远不够撑到援军抵达。那位天女主动提出交易，便说明她手中有源源不断的物资。传令全体在此静候，等待天女再次馈赠。苏小姐，好心提醒你，明天正午12点，最后还债期限，500万钱款，你凑齐了吗？500万欠款，整座朔阳城，数万百姓，这2样，我全都要护住。将军，末将斗胆直言，凭空出现粮草，所谓天女馈赠，极有可能是叛军设下的阴毒诡计。误读米面甘泉凭空现世，绝非凡人能做到，怎会是敌军计谋？
恰是这般神异才最害人。若对方暗中在粮草里掺了慢性毒药，全城居民吃下，岂不是不战自溃？将军，您一定要三思。冯唐，本座信那位天女并无恶意。可是将军，即刻传我军令，天赐物资统一登记在册，按军民人头公平分配。但凡有人私藏物资，妄意诋毁天女，一律军法处斩。史书写你们最后全部惨死，我不信天命不可改，我偏要亲手扭转这注定的结局。真的可行，能够大批量传送物资。你且等着看，世上哪有随叫随到凭空赠粮的神仙？不过是空等一场。天女心怀慈悲，神迹已然摆在所有人眼前，全军听我号令。末将在，任凭将军调遣。是真的大米，不是幻想，我们有粮食活下来了！所有人亲眼所见，此绝非叛军阴谋，乃是世外天女怜悯苍生，特意降下符誓，我们所有人都能活下去。天女万岁！将军威武！天不亡我硕阳！全部送过去了，50公斤大米真的完整送到那头了。他们在喊我天女，这仅只是开端，只有大米只能让他们不饿死。寒冬、伤病、衣物，他们还缺太多。我输送物资，救下满城性命，你们也需拿出黄金与我等价交易，帮我渡过债务难关，这是公平交易。鲍主帅，朔阳城内出现巨大变动。难不成萧劲终于撑不住，准备开城投降？并非投降，城内传出铺天盖地的欢呼，声响连绵不绝，如同大军凯旋。荒唐！孤城围困9月，蜀雀都被啃食殆尽。属下句句属实，那欢呼声真切洪亮，绝非伪装。即刻派遣精锐探子连夜摸进城墙探查，我倒要看看萧劲玩的什么把戏。将军，凭空降下这么多白米，妥善分配，节省食用，足够全城将士百姓支撑许久。好大一片库房，你父亲倒是给你留了不少家底，只可惜如今全都要用来抵债。刘总，你擅自撬开仓库大门，这是私闯民宅，不合规矩。私闯，500万欠款，当初说好3天期限，时限已到，钱准备好了吗？求您再宽限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凑齐欠款。时间，我给你的时间，你早就挥霍干净。最后24小时，明日同一时刻拿不出500万，我直接带人把仓库所有货物全部搬空抵债。不行，这些货物不能动，他们还有别的用处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别跟我扯没用的废话。明天我不仅清空仓库，我还要让你站在一旁，亲眼看着所有东西被拉走。哼！什么动静？莫非天女又有东西送来？将军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天女新的吩咐吗？这并非指令，是交易邀约。交易？他源源不断自诩粮草，救全城百姓脱离绝境，可他自身也有难处，需要黄金作为交换，等价互换。原来如此，可将军，孤城被围整9月，府库金银早就尽，城中百姓连温饱都难维持，哪里还能凑出大量黄金？即刻传令全城，清点官府库房遗留器物，城内世家大户私藏金银，全部统一集中至宗庙。可世家大户早已被搜刮多轮，恐怕掘地3尺也要凑出足量黄金。天女不惜拿出大批物资为我们续命，我们万不能辜负这份恩情。
主帅，大事不妙！朔阳城内遍地响起炊烟。炊烟？城内早已无粮无处，难不成他们要烹煮人肉果腹？不是，整座城池家家户户都在生火做饭，烟火连绵不绝。你所言句句属实，整座城池皆是如此。千真万确，属下登高远眺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城墙上值守士兵精气神全然不同，再也不见往日萎靡。北纬9月，弹尽粮绝，他们究竟从何处得来大批粮食？来人，即刻加派10倍探子，昼夜轮班，不间断监视城墙内外，都必须查清来路。是谁在暗中给宵禁输送补给？求求你们快一点，我真的没有多余时间了。若是仓库被全部搬走，往后再也没法给你们输送粮食，整座城的人还是难逃死局。有反应了！这点黄金实在太少，连建款利息都填不上。明天刘总就要搬空仓库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不能只送粮食，一面只能勉强保附。城内数万将士浴血守城，刀伤剑伤无数，缺医少药，只会白白丧命。纱布、消毒酒精、消炎药，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孤城，这些东西远比金银珍贵。我急需黄金偿还巨额债务，而你们急需药物挽救将士性命。这些神药能救下无数重伤士兵，务必将此物的价值告知你们将军，尽快集齐黄金与我交易。将军，天女又降下物品。速传令，将随军王军医请到祭坛。将军，这些稀奇物迹究竟是何物？这白布质地细腻柔软，倒是上等高物。只是这些密封小瓶，好烈的酒水，烈度远超军中烈酒，莫非是赠予我等战后庆功的佳酿？这一粒白色小圆块，看着倒像糖果，难道是天女送来解馋的甜食？此非烈酒，亦非甜食。你细看纸上图画，透明液体可清洗伤口，消除溃烂；白色药丸内服，能退烧消炎，保住伤者性命。清洗伤口无需灼烧烙铁，外敷草药，吞服小药丸便能压下高热。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这简直是天上神仙才有的济世手段。伤口溃烂入体，高热不退，寻常草药已无用，提前准备后事吧。取天女神药，立刻施救。不流脓了，鲜血止住了，溃烂也不再蔓延。天降神药，救我沙场将士！有此宝物，营中数千重伤兵士，至少70%能保住性命。将军，这已不能单称作药物，这是支撑我们整座朔阳城活下去的根基。即刻传令，全城所有金匠、银匠，尽数集结至宗庙待命。末将遵命。再派人通传城内所有世家大族，想要取用天女神药救治家中伤员亲属，必须拿黄金等价交换。家中有多少金银，尽数上交。但凡敢私藏1两黄金隐瞒不报，一律按通敌重罪。陈副将，带兵闯我私宅是何用意？孤城困守之际，纵容部下擅闯世家宅居，难不成想起兵作乱？奉萧将军军令，全城统一征集金银，用以和天女交换深山疗伤，救治前线负伤将士。今日前来，请王家上交私藏黄金。神药，萧将军怕是久困孤城，饿得失了心智，几样来路不明的瓶罐罐，就想换我王家几袋加点黄金，荒唐！族长三思。这是全城统一的规矩，令郎此刻正在城墙守军之中，一旦沙场负伤，唯有天女神药能保性命。我王家自有祖传100年金床秘药，不劳将军费心。来人，送客。好，只盼府上祖传秘药能将断骨烂肉复原如初。天女赠予我们活下去的资本，但她留下天平炉土，已然讲明这是等价交易。她急需黄金，末将知晓，只是我们该如何再次与天女传讯？日后短缺粮草药品，或想薄谢天女，该如何传递消息？天女依靠这座祭坛香笼，将物资传送至朔阳。红礼，我们或许也能借此处器物，将东西送往她的世界。
不能再干等。不管这跨时联动是机缘还是异象，这是我唯一能同时救下他们，也救下自己的最后机会。可全城数万军民，最先需要的是果腹商粮，只有活下去，才有等待解围的底气。你们在孤城绝境务必撑住，我也会撑过眼前这道难关。拜托，务必收到。将军，天女再次降下神物。是他，他收到我们的心意，主动回应了。将军，此物模样怪异，质地坚硬，却带粮食香气，不知如何使用。应是天女专为守城之人备的便携军粮，一小块便能抵数顿主食。将军，这纸上刻画的是什么？扭曲方正，难不成是天女独有的祈福符咒？这并非符咒，它在隔着时空与我们互相勉励，让我们撑住。将军，天女源不断自语粮草神药，倾尽自身接济全城。可我们征集的黄金搁置于此，迟迟无法送往他的世界，总不能让他一味白付出。既然他能凭借此处器物，将万千物资跨越时空送到朔阳，那我们也一定能借这片同源青铜，把满载诚意的黄金送到他身边。苏婉，3天期限已到，500万准备好了没有？刘总，求你再宽限几日，我真的在拼命想办法，绝对不会赖账。宽限？我耐心早被你耗干了，今天拿不出500万，你这座仓库所有货物全归我。放开我！私闯民宅，强行拘禁，这是犯法的。等你一无所有，身无分文，谁还帮你？带走。苏老头倒是疼女儿，留了这么大份家业，可惜守不住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。小丫头，识相点自己滚，不然我让人把你丢出去，顺带清算所有欠债。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一切，是我最后的根基，谁都不能抢，谁也别想动。兔子急了还咬人，就凭你一个小姑娘，给我上，好教她什么是规矩。将军，天女军粮当真神异，一小块顶数日粗粮，吃完浑身有力。困守9月，日忍饥。如今有粮有药，我哪怕战死，也绝不惧叛军分毫。将士们，天女跨时空驰援我朔阳，赐食粮饱腹，赠神药救命，必有全城军民不死。叛军围我9月，断我粮草，屠我百姓。昔日忍饥受冻，被动死守，今夜随我出城夜袭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有点蛮力又如何？废了他，让他彻底安分。小丫头，早劝过你别做无谓抵抗，现在一无所有，你拿什么跟我撑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谁敢动它？我的眼睛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老大，这仓库该不会闹邪祟了吧？太吓人了！少装神弄鬼！不管你耍什么花招，今天这仓库的货我必须带走！给我一起上，把它控制住！别管电话，先把人拿下！喂，请问哪位？是我。律师，
您找我有什么事？关于您父亲拖欠鸿庸资本刘总的500万钱款，3分钟前有一位匿名委托人已将这笔债务全额结清，款项成功转入对方公司账户，您可随时核实。什么？500万全部结清了？你什么东西？满口胡言！她一个小姑娘哪拿得出500万？纯属骗人！先生，如果您就是鸿运资本的刘总，建议立刻核查公司对公账户。另外，您现在非法拘禁、恶意骚扰苏婉小姐，我的当事人保留向法院起诉，追究全部法律责任的权利。马上查对公账户，3分钟内有没有500万转账入账，立刻回话。刘总，钱已经到账了，3分钟前准时转入，数额正好500万，我还以为是您敲定的项目回款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哪来的匿名委托人？苏婉，算你手段厉害。我们走。匿名委托人到底会是谁？我根本不认识出手相助的有钱人。深夜出手替我结清恶人的，方才金光震慑恶人的，是千里之外困守孤城的那位将军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他，一直都是他。最开始我只想靠这批货交换黄金，还清债务，只求自己活下去。可如今我才明白，仓库里每一件物资送到1000年之前，都能救下一条濒死的性命。苏婉，往后不许再轻易落泪，更不能心生畏惧。从今日起，这里便是我的战场，所有库存物资都是我手中守护双城的兵器。将军，昨夜那道横贯虚空的金光出现之后，叛军全城偃旗息息，安静的太过反常。他们在暗中蓄力，等待最佳攻城时机。可我们同样耗不起，百姓分得的粮食只能勉强果腹，我们究竟还能坚守多久？从前，我身披战甲，只为大硕江山，为宫中君王浴血厮杀。从今往后，我与3军将士亦要为赠予我们生路的他而战，为这份跨越时空的恩情，死守孤城。萧劲在此对天立誓，此生绝不辜负他的相助。朔阳城不破，我萧劲绝不后退半步。之前投放物资全凭一时冲动，毫无规划章法，这般无序输送，只会给城内添乱。我这边库存充足，可孤城内部需求随时变化，我隔着1000年一无所知，根本无法精准供给。既然陶钢能跨越时空传送实体物品，理论上是不是也能传送电子信号、影像、声音？战地医疗、御寒物资、战术辅助、保人命、再稳军心。朔阳被困9月，时序入秋，气温骤降。古代没有消毒感染日手段，伤口一旦破绽，必烂必染，伤兵高烧致死率远超战死。外伤清扫、抗菌消炎、退热止痛是眼下朔辰城最急需的救命物资，没有之一。古人不识现代药剂，误用剂量足以致命，不能有半分马虎。高热量压缩干粮50箱，自热速食米饭20箱，脱水蔬菜包10箱，还有午餐肉罐头。长期守城将士缺盐缺蛋白，体力透支严重，肉类罐头能快速补充盐分与体能，比普通米面更顶用。第一批定向补给，优先救命，保体能，御寒棉衣和战术辅助物资。夜间巡城、战地急救都离不开光亮，照明虽不起眼，却是守城刚需。从前的援助是机缘，是运气，但从今天起，我要为朔阳建立稳定的补给循环，不再是零星掉落，而是源源不断，稳稳拖住全城居民的后路。我守好此方后勤，你守住那座孤城，这批物资务必平安送达。
想跑，给我留下！不是小偷，不为求财，是专门冲着我的仓库，冲着这些物资来的。无论幕后是谁，敢窥探我的秘密，觊觎我的东西，我绝不退让。果然，物资放得越多，变化就越多。神女神恩在临，我们有救了！这么多粮草药品，我们再也不用挨饿了。此刻可信了，末将彻底心服。这位义士恩人是天降福士，是我朔阳数万军民的救命之人，神恩浩荡，驰援朔阳。陈峰、冯坦，末将在，即刻带队，按箱体标期分类清点，造册入库，药品优先圈速送往伤兵营，肉食干粮分发城头值守将士，分毫不得私吞浪费。即刻行动！孤城困守9月，将士死伤无数。若不是义士恩人跨世奇缘，这批浴血守城的儿郎早已埋骨沙场。军医，你看，这些义士符文暗藏天道生机。我连日临摹记录，只求老祖自记恩情，参透神药妙用，保住更多将士性命。冯将军，军情紧急，萧将军传令，请您即刻登城。外叛军大营异动频繁，恐即将大举攻城。此番敌军规模远超往日任何一轮攻势，叶崇愣是要孤注一掷，一举踏平朔阳。不对劲，大军兵临城下，按常理必然即刻冲锋，这般按兵不动，隐而不发，绝非叶衡楼一贯的行事方则，不可贸然出战。他们在等时机，等一个能一击致命，彻底碾碎全城军民sĩ气的机会。一群没用的饭桶，一座孤城围困9月之久，都迟迟拿不下。主帅息怒，实在是萧劲守城手段顽固，城内将士悍不畏死。休拿这些说辞搪向我！我问你，昨夜城头漫天金光是什么异象？为何一夜之间朔阳城内人声欢腾，连伤病房的哀嚎都尽数消失？任何运粮车马靠近城池，城内却凭空多出堆积如山的粮草、疗伤器具。坊间传言是有神明降下恩赐。神明？本帅只信手中刀枪，世间何来虚无神明？必有孤城。传令全军暂缓攻城。主帅，敌军士气正盛，此时暂缓，岂不错失良机？他们凭空多出源源不断的补给，必然是城墙之下安藏隐秘带道，私通外界输送物资。即刻调集所有工兵，沿整圈城墙外围全线开挖，掘地3尺。我要亲手挖出他们暗中输送物资的通道，车要亲眼看着城内数万居民失去补给，活活困死城中。将军，叛军这是在做什么？放着攻城兵器不用，反倒全拿起锄头铁锹。两军对阵，阵前掘土闻所未闻，难不成他们打算挖地道偷袭入城？他并非挖地道攻城，那他们耗费人力掘土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叶崇楼认定，我们依靠地下密道输送外来物资，他是要决断我们所谓的补给通道，釜底抽薪，从根源断绝全城生路。可我们城内根本没有连通外界的地道，何来补给通道一说？将军，叛军越挖越深，若被他们摸到什么通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稳住心神，朔阳城内本无对外密道，他们如此耗费人力，终究不过白费功夫。这寒风来得蹊跷，方才还是初秋温和，如今冷得如同深冬腊月。末将双手都快冻得失去知觉，城中将士过冬棉衣尚未筹备齐全，如何抵御？下雪了，将军！秋日天降大雪，从未见过这般异象。城内柴火早已耗尽，今夜大雪，我们根本没有取暖之物，如何熬过长夜？即刻传令全城，百姓紧闭门窗，减少外出。城头将士分批轮换值守，轮流暂避寒风，不可硬扛冻伤。将军，城中柴火枯竭，无物取暖。这场暴雪酷寒的杀伤力，恐怕远超城外数十万叛军。仓库常年恒温密闭，怎么突然冷成这样？不是我这边降温，
寒意是从对面传过来的，是朔阳。反常秋寒，大雪封城，他们没有御寒衣物，柴火也耗尽了。防风防水冲锋衣，加厚保暖内衣，加绒手套棉靴，还有无烟密封煤炭。是神恩，神女再次送来接济，救我们于风雪绝境。将军，这衣物看着轻薄柔软，裹上身却完全隔绝寒风，实在神奇。将军，这些漆黑岩石究竟是何物？此物名为煤炭，燃烧耐久，产出烟气极少，远胜木柴。城中缺粮，你便送来米面；将士重伤无医，你便赠予神药。如今暴雪围城，你又及时送来暖衣取暖之资。你仿佛能看透朔阳每一处危难，洞悉我们所有苦楚。一定要撑住小气，整座城的人都要平安熬过这场寒流。这是萧劲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心被那个身影深深吸引。太累了，身心早就撑到极限，一刻都扛不住了。我怎么不知不觉哭了？这次不是转瞬即逝的预影，是完整清晰的画面，我真切切看见了。大雪封城的城头只有他一个人，脸上带着伤口，满身风霜孤寂。小姐，这场梦绝非偶然，处处透着诡异。难道这条通道不只能传送食物，还能互通视线，连通彼此的梦境？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他在回应我。那不是普通的梦，绝对不是。是预兆，他有危险，萧劲今夜必有大难，朔阳城今晚要出事。粮草已足，暖衣已备，药品充足。此刻的孤城不再缺生存物资，缺的是绝境破局的战术底牌。高浓缩能量棒，快速补能，缓解体虚，抗疲劳。他身负刀伤，彻夜值守，体力透支。这是最能救他、救全军的东西。萧劲，今夜无论何等凶险，我能给你的底牌尽数于你，务必警觉，务必撑住。天降暴雪，封城锁业，此乃天助我也。主帅，连日酷寒，我军将士冻伤无数，体力透支，再持续耗守，军心恐难维系。我军难熬，困守孤城，耗尽柴火的萧剑义军百倍难熬。城中星火断绝，酷寒彻骨，守军怕是连握刀的力气都无。主帅是想趁夜奇袭。传令，集结3000精锐死士，卸去重将，轻装前行，借风雪遮罩，3更子夜，全力夜袭朔阳。大雪掩杀，暗夜破城，今夜便是萧劲全军覆没之时。有暖衣护体，倒不惧冻死。可这寒天耗力太甚，将士们手脚僵硬，浑身发软，体力损耗过快，轮换休整来不及补足，一旦敌军突袭，恐难快速应战。加快轮换值守频率，所有人轮番入帐取暖，哪怕片刻休整，也要留存体力。今夜绝不可松懈。又是神女神恩，此番物资小巧凝练，定是紧要珍贵之物。香气清甜，谷物浓烈，莫非是急速补能的异世军粮？这红色短棒模样诡异，不似兵刃，不似火种，究竟是何物？非烛火，此乃暗夜照明、示警御敌的旷世神器。将军，敌袭！大批叛军借风雪前行，摸至城下，敌军连夜攻城了！
将军，大批敌军已摸上云梯，风雪遮掩，根本看不清下方人数。弓箭手视线受锁，剑齿无法精准瞄准。再拖片刻，敌军冲上城头，防线必破。切莫自乱阵脚，神女早已备好破局神器，取箱中红色短棒，拉开机关，尽数抛下城头。将军，此物构造奇特，末将不知如何俨然。箱体侧面有图示，拽开吼部拉环即可，动作要快。好刺眼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！这是什么邪异火光？真正的救世奇迹，多亏神女所赐神物。全体将士即刻分食方块干粮，快速补足体力，准备全力反击。太神奇了，浑身疲惫一扫而空，充满力气，手脚不再僵硬，弟兄们，随将军杀敌！全军反击！滚石罗幕尽数推下，重创来犯之敌。我心知，无论何等危难，你始终在另一端护我满城军民。主帅，夜袭彻底溃败，3000精锐死伤过半，余下残兵仓皇逃回。不可能！天时地利尽在我手，萧劲凭什么击溃我的精锐？这诡异神物，萧劲军中凭空多出红色火光气雾，升空亮如烈日。我军双目被灼伤，分坠踢，而且朔阳士兵不知服用何物，瞬间恢复气力，悍不畏死，我军根本抵挡不住。旁门妖术亦是神助，无论暗中相助萧劲的是人是神，本帅全然不惧。传令全军，既然强攻登城无法得手，便调集大量引火油药、干柴。我要一把大火，将整座朔阳城彻底焚烧。城内军民那些所谓天赐物资，尽数化为灰烬。将军，今夜一战大获全胜，叛军折损3000精锐，短时间内绝无能力再攻。神女自语的照明神器，速补军粮，简直逆天改命。有她源源不断驰援，守住朔阳终有希望。他倾尽物资助我击溃夜袭，可叶重龙心性阴狠偏执，一次惨败并不会让他收手，必然会酝酿更歹毒的计策。将军，大事不妙！城外叛军大营出现巨大叛动。莫要慌乱，稳住心神，慢慢禀报。叛军大营灯火彻夜通明，无数士兵不停搬运堆积干柴、猛火油，全部堆放在城墙外围各处。大批量囤积干鲜火油，难不成他要火烧整座朔雍城？好狠毒的叶重楼，正面强攻破不了城，便使出焦土毒计，烈火封城，将城内数万军民尽数焚烧困死。喂，您好。您好，请问是苏婉女士吗？这里是兴业银行总行法务部。是我，请问有什么事？关于您名下仓储公司的大额抵押贷款，宽限还款期限仅于今日正式截止，我行即刻启动全套资产清算程序。资产清算？不可能！我委托的律师一直在和贵行协商延期还款，怎么会直接启动清算？抱歉，我行从未收到具备法律求重的延期申请，通知即刻生效，对您名下全部仓储场地、库存货物实施强制查封、公开拍卖。仅30天时间太过仓促，我这边仓库一旦被查封拍卖，连通千年时空的通道便会彻底断绝，朔阳城即将遭遇烈火焚城之灾。到那时，我再也无法输送任何物资过去，萧劲和全城百姓只能坐以待毙，寻常路子全部走不通。那我便走一条无人敢想、无人敢碰的路。将军，这是从敌军先锋将领缴获的佩剑，鞘身嵌满珠宝，绝非寻常凡物。此乃西域进贡的御用佩剑，单是鞘上宝珠，便价值1000金。将军连日受神女驰援，恩情浩荡，这柄稀世宝剑恰好可做酬谢之礼，降谢神女。他倾尽一时神物，屡次救我，救全城于绝境。我身无长物，始终无以为报。今日此剑，便是我回馈的第一份心意。就此供奉，静待神女眼引，跨越虚空取之。已然过去数个时辰，为何神女迟迟未曾取走？莫非
这凡间兵器太过粗鄙，神女看不上眼。神女赐予我们的，皆是跨越时代的神异物资。或许，这条时空通道只有单向输送之能，仅能由意识向此方降服，无法反向承载凡间器物归去。将军，您悟出了什么？这条通道是单向归途，它可以源源不断送粮、送药、送神器渡我绝境。可我们哪怕一块碎石、一柄宝剑都无以为赠，无以回馈半分恩情。怎会如此？那神女岂不是只有无尽付出，单向奔赴，从头到尾得不到我们分毫回光？不对，我自有回报之法。金银珠宝、器物珍宝，既然无法跨越虚空相送，那我便以满城安宁、一场万胜、山河无恙为礼。叶重楼欲焚城夺命，断我生路，我便逆势破局，决定反杀。朔阳不死，将士不退，孤城不破。这一场荡平敌寇的大胜，便是我萧劲赠予他最好、唯一的谢礼。这条通道变化不定，或许升级后只能单向奔赴。现在唯有我能渡它，无人能渡我。或许等投放物资再多些，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。您好，这里是国宝档案栏目组官方接线中心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协助？您好，我叫苏婉，我手中持有一件绝非现世的古物，我需要国家级顶级文物专家到场，开启全网权威公开直播。求人终究不如靠自己，联系电视台是最后一步退路，必须先靠手头货物自救，尽量凑齐还款。物资对朔阳市毫无用处，却是现代市面流通的商品，只要低价抛售，总能回路一笔现金。只要撑住仓库，就能守住通道。专柜3000多的精华套号，500亏本甩，只求快速出货。全新原厂机器，200一台清仓，总该有人动心。价格压到这般地步，不可能无人问津。只要订单不断，就能凑钱保住仓库，保住朔阳城唯一的补给线。一件都没卖出，连问价的人都没有。为什么我拼尽全力，却连一点出路都找不到？喂，哪位？请问是苏婉女士吗？是我。你是谁？我们调取到了你此前致电国宝后汉栏目组的通话录音。你们是栏目组的工作人员，没想到这么快就……不，我们并非电视台工作人员，但你口中那件不属于现世的古代器物，我们极为感兴趣。苏小姐，不妨直接开个价，我们全盘接受。开个价？你们到底是谁？凭什么笃定我会跟来路不明的人交易？苏小姐，身份无关紧要，关键是只有我们能一瞬间抹灭你所有债务危机，钱随时可出。你的仓库仅剩22天就要被强制清算，你耗不起电视台冗长的审核流程，更耗不起慢慢查证我们底细的时间。我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诚意？苏小姐，你现在别无选择，明日上午10点，城西云顶咖啡厅，带上你的古物，当面详谈。我不会带东西赴约，想谈先让我看到你们的诚意。只身前来即可。记住，苏小姐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一边是现实步步紧逼的破产绝境，一边是千年孤城悬于一线的生死存亡。这一场鸿门宴，我必须去。将军行好，叛军焚毁了我们村寨，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了。将军，只求一口水喝，小人冻死饿死都甘愿。冯将军，一族人搜身，无兵刃无利器，看着皆是寻常逃难百姓。罢了，开城门，引至瓮城集中安置，逐一登记身份，全城重兵看管。住手！白日初见你，我便觉你眼底藏着戾气，绝非寻常难民。我早已派人暗中盯梢，说是谁派你来城内作乱？既然被你撞破，那就拿你的命垫背！鹤顶红，剧毒入骨，入水无迹。一旦井水被染，全城数万军民无一活命。这是要屠尽整座朔阳。将军，刺客已生擒，万幸察觉及时，
未能让他独燃水源。此为鹤顶红，正面攻城，暗夜奇袭，屡战屡败。叶重楼已是穷途末路，竟堕落到屠城的卑劣毒谋。将军必须立刻严刑审讯，此人既能混入城内，恐暗藏大批同党潜伏，后患无穷。呸！小晋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从我嘴里撬消息，痴心妄想！我有千百种手段，能让你句句吐实。但我现在只想问一句：叶重楼究竟派了多少死士细作？今夜潜藏在朔阳城中的老鼠，到底还有几只？老实交代，全盘计划。我全部坦白。叶重楼早就算定，全城水井是你们居民唯一的凶脉，只要水源一毒，朔阳不攻自破。我们一共分3批细作混入城中，约定今夜子时同步行动，城东、城西、城中3口主井同时投放剧毒。就算您今夜擒住我，另外2路同事早已就位，来不及阻拦。另外2路细作藏在何处？我们单线联络，互不知晓彼此行踪，只求将军给我一个痛快。3口水井同步下毒，这计策太过阴毒，将军必须立刻封锁全城所有水源。冯坦，调动城内所有亲兵，分兵封锁全城每一处水井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取水，凡有擅自靠近者，格杀勿论。末将得令。此刻距离子时已然不久，现在赶过去，真的来得及拦住他们吗？快看祭坛，那道光芒是怎么回事？是神迹，定是天神降下祥瑞，庇护我们朔阳。将军，瓶内是干净澄澈的清水，毫无杂质，可直接饮用。是天女，一定是天女娘娘。天女娘娘竟提前预知逆贼的毒计，知晓我们水源将遭污染，提前降下无尽净水甘霖，化解全城死局。天女娘娘慈悲，天佑朔阳。将军您看，有着源源不断的神水，就算3口井水全部被毒污染，城内数万居民也有活命水源。叶重岩的毒计直接不攻自破。没错，将军，这批净水储量冲退，足够全城人安稳支撑数月。危难关头，又是天女提前出手，救下我们所有人。每一次我身陷绝境，他总能提前备好破局之法。每一桩我预料不到的凶险，他早已提前夜盘化解，仿佛他时时刻刻立于身旁，将朔商城所有危机尽收眼底。他竟能提前预判这场祸事。那是什么怪物？他是高度竟比我们城墙还要高出一截。完了，这般攻城利器，我们根本无从抵挡。将军，塔审木甲厚实坚硬，普通剑士根本无法穿透。塔审过高，储存的火油抛掷距离有限，完全破不到塔顶。塔上弓箭手已经持续压制城头，弟兄们连抬头防御的机会都没有。再想不出对策，敌军即刻就能登城。小静，你的死期今日便至，今日我定踏平朔阳。是无效，火攻距离不足，滚石老木难以重创整座巨塔。难道今日当真要城破人亡？巨型工程塔是古战场无解的终极工程兵器，仅凭简陋火油、滚石，根本无力阻拦。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能远距离重创木质结构的东西。都不行，杀伤距离不足，威力不够焚毁整座巨木塔楼。汽油有了，汽油混合泡沫塑料制作出的燃烧剂附着力极强，火势持久，威力远超古代普通火油100倍。陈峰，随我奔赴祭坛。冯坦，留守城头死守，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敌军，务必为我争取时间。末将得令，人在城在，绝不后退半步。我们急需援手，敌军造出巨型攻城塔，我方所有防御手段尽数失效，城池眼看就要被攻破，朔阳数万军民危在旦夕。将军，神迹再度降临。此物名为天火，破坏力远胜寻常火油。点燃罐口布条，全力投掷至木质工程塔即可。旁侧金属小盒内为便携火折，轻按顶端即可出火。使用时务必万分小心。天火，将军势在必
不住了！敌方云梯马上搭上城墙，死士即刻登城！所有弓箭手后撤避让，臂力最强的精锐上前列队。将军，此罐内究竟是何物？能破眼前这座巨型木塔？这是异世赐予我们的破敌神兵，名为天火。所有人谨记指令，待引心点燃，拼尽全力，直头掷向那座攻城巨塔。古代攻城塔别称望楼，茶身实木加固，楼高逾城，冷兵器时代顶级攻坚器械。寻常柴间火油附着性差，极难引燃摧毁。普通火油只能短暂灼烧，根本粘不住后世木梁。想要彻底焚毁巨塔，必须做出铅着力极强、持续高温燃烧的燃烧物。纯汽油挥发速度太快，一触即散，留不下持久火势。有了，酒精提供超高燃烧温度，粘稠润滑之劳粘附木质表面，二者合为力翻倍的凝固燃料。萧劲，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，务必守住城池，一定要赢！萧劲，你的朔阳城今日必破！全军登城，屠戮全城！全力投掷！烧起来了！木塔彻底烧起来了！天降神火相助，我们终于有活路了！不可能，这到底是什么诡异妖火？寻常水源沙土根本无法扑灭！将军，我们赢了！巨型攻城塔彻底报废，此次危机顺利化解。萧劲，你以为焚毁一座木塔便是胜利？今日好戏才刚刚开场！将军快后撤，差点要砸在城墙上了！全员撤离城头，塔是要砸下来了！将军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！不能撤，巨塔一旦砸塌城墙，叛军顺着缺口涌入，全城百姓一个活不了。可塔是整个压过来，我们拿什么去挡？钩索，把军中所有工程钩索全部取来，拴住塔地外侧横梁。将军的意思是，用钩索拖住塔地，借他自重改变倾倒方向，让他朝城外砸落。那得有人冒着大火冲上前去挂钩索，塔势已经在燃烧，靠近就是送死。我去。将军不行，您若有闪失，朔阳再无人能守。将军留步，挂钩索的活儿我们来，腿脚还利索，跑得动。去吧，活着回来。挂住了，所有人拉！不够，重量不够，拉不动，把链子绑在身上，用命去拽。在动了，塔身在朝外偏，再加把劲儿。拉！火墙，巨塔变成了一道火墙。撤！全军后撤！赢了，我们守住了。萧劲，你今日拼尽全力，不过惨胜。下一次，我不会再给你喘息的机会。将军，伤亡统计出来了，战死372人，重伤不可再战者200余。说，挂钩索托塔的12名老兵，活下来的只有4个。一场仗折了近半守军。把所有阵亡将士的名字记下来，一个不漏。将军，您的伤。城防缺口多大？东段城墙被巨塔撞击，裂了2丈宽的口子，承重墙体松动，经不起第二次撞击。带人去修，用城内拆下的房梁、石料，天黑之前必须堵上缺口。末将领命。将军，军医说您肋骨断了2根，
再不休息，叶重楼会给我休息的时间吗？火墙最多烧到明日天亮，天亮之后他会再来。风将军，天火陶棍还剩3支，便携火戳剩余5枚。3支。下一站若敌军再造攻城器备，只够用1次。冯兄，城东缺口修得如何？石料不够，只堵了一半。我让人拆了3间空屋凑材料。冯兄，你说那位天女，她怎么每次都知道我们缺什么？巨塔压城那日，全军束手无策，她送来天火；之前缺粮，她送粮；缺药，她送药，次次精准，从无差差，像是一直在看着我们。不管她是何方神圣，朔安城上下数万条命欠她的。楼主分析有理有据，朔阳守军物资补给确实存在无法解释的断层，支持深挖。别闹了，民间野史，正经学者谁看这个？近日我将发表相关论文，希望与楼主私下交流。专业学者盯上了这个帖子，出土竹简，如果上面记录了什么不该被发现的东西，苏婉，通道又变异了，怎么我不在仓库都能出现？刚才那道红光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。苏小姐，我想知道你的信息来源是什么？他说未公开的出土竹简，我帖子里写的内容和真实出土文物吻合了。朔阳守军曾以祭坛供奉方式获取一种特殊火油陶罐，罐身刻有一文，投掷后火焰不可扑灭。我写的时候只当是记录通道里看到的画面，可如果真有出土物能印证，那就说明我做的那些事真的被刻进了历史。那抹红色代表着什么？这升级到哪步了？周老师，您一大早就盯着这个帖子看，什么来头？你过来看，这个发帖人描述的灌生火陶文使用方式，甚至投掷后火焰持续时间，和我去年在朔阳遗址出土的残卷记载一字不差。会不会是巧合？网上历史爱好者瞎编的？这批残卷去年10月才出土，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信息，连考古队内部报告都还没写完。那这个人怎么可能知道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不止天火陶罐，这个人描述的守城细节、将领调度、士兵伤亡数字，全部和残卷吻合。全部？一条不差。周老师，该不会是考古队有人泄密吧？我想过这个可能，但残卷上有一些内容，这个发妥人的帖子里也写到了，而那些内容连我自己都是上周才翻译出来的。那他怎么可能比您还早知道？所以我给他发了私信，要么他背后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信息渠道，要么这个人亲眼见过那段历史。周老师，您这话也太……我知道听起来荒谬，但事实就摆在这儿，你给我一个合理解释。他看了我的消息，但没回。帮我查一下这个论坛账号的注册信息，能追到什么程度追到什么程度。周老师，这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一个普通网友掌握着比专业考古队更准确的一手史料信息，你觉得这正常吗？我不是要为难他，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朔阳之战，守军奇迹般坚守47日，后勤补给来源成谜，史称天佑朔阳。天佑，原来正史里把我做的事继承了天佑。怎么回事？画面呢？苏小姐，我已经确认，你帖子中提到的3处关键细节，目前全球只有2个人知道，一个是我。今天下午3点，青州大学历史楼307，我等你。他查到我了。一座弹丸小城，守军不过2000残兵，我5万大军围了半月，连城头都没站上去。大帅，此战虽未破城，但守军伤亡同样惨重。惨重！我3000前妃被火墙活烧死，2架工程塔化为灰烬，你跟我说惨重？
大帅息怒，萧剑此人用兵不按常理，强攻确实不利。贺远，你当初献策强攻，说3日可破城，如今呢？是属下低估了萧劲，但晚什么？属下有第二策。说萧劲能守城，靠的是3样东西：兵、粮、民心。哪样我没打过？大帅打的是城墙，不是根基。城墙打塌了，他能补；兵死了，百姓能顶上。可粮一旦断绝，不出20日，城中自乱。军师的意思是围？哼，不止围。1. 切断朔阳所有外援通路，东面河道，西面山径，北面官道，全部封死，一粒粮食、一根剑刺都不许进城。然后，第2，散布消息，朝廷已经放朔阳援军不会来，让城中百姓知道，他们等的人永远不会到。第3，不打城墙只骚扰，每日派小股骑兵沿城巡射火箭，不让守军睡觉，不让百姓安息，10日不免，铁人也得垮。围多久？以城中现存粮草估算，最多撑1个月。让若断了外援，20日内必有人开城献降。萧劲不会降，萧劲不降，但百姓会。饿到第15日，城里会有人替我们杀萧劲。好，传令，全军后撤5里扎营，骑兵分3路封锁所有进出通道。大帅，那城外火墙让他烧，烧完之后，朔阳城就是一座死城。萧劲，你拼命换来的不过是多活几天，我倒要看看城里的人能陪你饿到什么时候。将军，叛军在后撤。难道他们要退兵？不是退，是围。围城？叶重楼放弃强攻了，他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。将军，城中粮草还能撑多久？将军，去查，把城中所有存粮一粒不差的报上来。末将领命。叶重楼，你终于不急了，可这对我们来说，比攻城还难挡。将军，如果援军再不来，援军不会来。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会来救我们。将军，全城粮仓加上民间余粮，总计2300升。按现有人口省着吃，最多撑25日。25日，这还是每人每日减半配给的算法。若按正常口粮，不到15日就会断粮。从今日起，军粮再减3成，省下来的分给百姓。将军，士兵本就吃不饱，再减3成，饿着肚子还能守城，百姓饿死了，城就不用守了。将军，还有一件事。说，城东水井昨日开始出水浑浊，我派人查过，叛军在上游截断了引水渠。意料之中，叶崇陵内要的是让城中百姓先于我们崩溃。将军有何对策？城西还有3口深井，暂时够用，派人日夜看守。水源是命脉，不能有失。领命。全员灭火，攻守反击！又跑了，每次放完箭就走，根本追不上。他们不是来攻城的，是来磨我们的。昨晚又射火箭进来，我家屋顶烧穿了，粮铺关门了，配给的粮一天比一天少。你们听说没？外面的路全被封了，朝廷根本不管咱们死活。萧将军说会守住，可守住了又怎样？饿死在城里。将军，百姓开始动摇了。有人私下议论，说朝廷放弃了朔阳，说守下去是等死。谁散播的消息？查不清。叛军这2天往城里射了不少竹筒，里面塞着纸条，上面写朝廷已经议和，朔阳被割让了。假的，我知道是假的，可百姓不知道。他们饿着肚子，夜里被哄箭惊醒，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没有希望，所以叶重楼的刀从外面砍进来了。将军，我们怎么办？叶崇陵赌的是我们先从内部垮掉，那我就不能让他赌赢。明日，全城百姓面前，我亲自开仓放粮。将军，粮本就不够，开仓放出去。不放，人心就散了。人心一散，粮留着也没用。
苏小姐，周教授，我来了。我直说了，你帖子里写的内容和这批未公开出土竹简高度吻合，不是一两处，是全部。也许是巧合。这枚竹简记载了天火陶罐的配方课文，3道弧线交汇，中间一个日字形符号，你帖子里画的图一模一样。这批竹简去年10月出土，从未公开，连我的研究生都只见过部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过一些资料。什么资料？哪里看的？网上搜到的。苏小姐，我做了30年学术，什么是网上能搜到的，什么不是，我分得清。我不是来为难你的，但你掌握的信息超出了所有已公开史料的范围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如果我说我也解释不了呢？那我换个问法，你帖子里提到守军断粮第3日有神秘补给这件事，残卷上也有记载，但残卷用的词是天降奇粮，你知道那批粮是怎么来的，对吗？周教授，我能看那枚竹简的完整内容吗？你告诉我那批粮食的来源。如果我说的话，您不会信。是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？我欠了10几万，谁替我还的？苏小姐，周教授，除了您，还有谁知道我的帖子？有人查到了我，不只是发私信，有人动了我的账。替我还债，是示好还是警告？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空号，打完就注销了。让我别发帖，他们知道我写了什么，还替我还了钱，这不是好心，是封口。周教授，您看这条短信。勿再发帖，有人不希望这些内容公开。我的债务一夜之间被全部结清，10几万，然后收到这条。你欠的钱跟帖子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所以才可怕。他们连我的财务状况都摸清了。苏小姐，你帖子里的内容如果为真，那这批史料的价值不可估量。有人想压下去，说明背后牵扯的不只是学术。周教授，您的竹简安全吗？锁在系里保险柜，只有我有钥匙。他们能查到我，就能查到您给我发过私信。苏小姐，不管你的信息来源是什么，我现在只问你一件事。您说，你愿不愿意配合我，把这批竹简的内容和你掌握的信息做一次完整比对？您不怕惹麻烦？我做学术30年，怕的是真相被埋。好，但周教授，有些事我说出来，您可能会觉得我疯了。我研究的是2000年前的战争，疯不疯的，让证据说话。周教授，西办通知，有人来找您，说是文物局的。你从后门走，我的电话你存好。周教授，小心！先藏起来，不管对方是谁，我不能再暴露更多。周教授，苏小姐，文物局来了2个人，要求我移交竹简拓片原件。您交了吗？没有，我说原件在省博物馆，拓片是我个人研究笔记，他们没有调取权限。但他们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周教授，网上的东西看就好，别太当真。他们知道您看了我的帖子？不止，他们问我是否联系过发帖人。您怎么说的？我说没有。苏小姐，这件事比我预想的复杂，有人不想让朔阳之战的真实记录浮出水面。可那是2000年前的事，谁会在乎？如果竹简上的记载为真，那现行教科书里关于朔阳之战的定论就是错的，涉及到的不只是学术，是整个朝代正统性的叙事根基。所以有人要压。明天我把剩余拓面的电子版发给你，你存好，万一我这边出事，至少还有备份。周教授，你别担心我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那条短信发来的人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，一夜之间清掉10几万债务，还能拿到你的手机号。周教授，教授！这次升级居然可以穿越时空，这是萧劲写给我的。天女？是不是？朔阳城所有人谢过天女赠粮，没有天女馈赠，朔阳不知今日是何模样。
谢，我很佩服你和你们，好活着就……天女，像做了一场梦，但心跳是真的。他们不让我发帖，但没说不让我卖货。林姐，我上次进的那批帆布包和笔记本还在你仓库吧？在啊，你再不提走，我要收你仓储费了。别急，我要改款。你那边能做私印吗？能。什么图案？我发你，3天能出货吗？加钱就能。行，现在转定金。不用竹简原文，不设密，只用我自己画的图，看谁还能拿我怎样。又发货，最近挺猛啊！帮我称重，走顺丰。硕阳文创，你自己做的品牌？刚起步。姐，你店里那个硕阳笔记本什么时候补货？我要10本送朋友。明天上架，限量50本。我全要了，行不行？最多留5本，其他人也要买。3天清了1/3的库存。这几天红光出现了2次，我和萧印也算认识了。你疯了吧？一个历史帖子能带这么多货？不是帖子带的，是内容带的。他们想听故事，我给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可你帖子不是删了吗？设了仅自己可见，但之前的截图满天飞，热度还在。那你现在等于白嫖自己的流量。不叫白嫖，叫变现。说真的，你那些内容到底哪儿来的？跟真的一样。行吧，不说拉倒。那你下一步呢？找渠道，光靠自己店不够，我要进文创集合店。你认识人？不认识，但我约了一个。这谁啊？方总，这边。苏小姐，网上联系的那位？对，我做硕阳主题文创，想谈渠道合作。设计不错，但说实话，你这个体量太小。我们集合店最低起订500件。我知道，第一批我先铺3家店，计收模式，卖会结账。计销，风险全在我这边。不，风险在我，卖不掉我全部回收，一件不留。你哪儿来的信心？这是我线上3天的销售额，没投1分钱广告。3天没投流，纯自然流量。我有内容。行，3家店市，2周为期，卖得动，我追加10家。成交。苏婉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谈的？被逼的，没人替我兜底，那我就自己站起来。方毅是谁？他们还在盯着我。他在等我。林姐，你仓库还有速干水泥吗？有，你大半夜要这个干嘛？救急，2袋，再加1箱速干胶，现在能送吗？加急费翻行。倍。撑住，我来了。将军，2只狗明早一顿。知道，要不要杀马？不杀，没马就没退路。什么东西？你来了。你刻字催命呢，我能不来？这粮食够吃5天。搬进去，立刻分发。是。这是补城墙的，比你们的石灰好用10倍。你脸色很差。3天没睡，赶着给你碰货呢。背墙有个3指宽的缺口，冲车撞的。带我去。把碎石堆过来。这灰色湖能补墙？2个时辰变硬，比你们夯土结实3倍。看明白了吗？剩下的你们照做。将军，这东西当真管用？管用，全军轮班，天亮前把北墙补完。是。你每次来，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。我可不是神仙，累得要死。谢你。别谢，城守住了再说。还来得及。
石头还硬。天女的东西就是神。将军，粮食按5天量分了，每人每顿1块饼加半碗米粥。够了。传令，今日起全军分3班轮守，其余人休整。是。活过来了。将军，弟兄们都在问天女什么时候再来。她会来的。她的眉是弯的还是直的？愣着干什么？搬石头啊，将军！不像，但只有这些了。天女在上，朔阳3000军民，承你活命之恩。我不知你姓名，不知你来处，但宵禁此生，不敢忘。你若能听见，告诉我你的名字。现代有人要我闭嘴，古代有人等我救命。小锦，你画了我的像。谁？苏小姐，我们该任何见一面了。你是谁？明天下午3点，青州博物馆东门，来了你就知道。来的到底是敌是友？